晚上闲来无事做的话，最适合躺在被窝里看一集健壮小伙在野外建造豪华别墅了。说不定看完之后的你，也有这样沉睡已久的梦想被唤醒。大学毕业的铁蛋本该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可是面试处处碰壁的他无奈来到野外，打算在这里建造属于他的小木屋，远离大城市的压力。他看中一棵倒下的枯木，年轻力壮的铁蛋3两下功夫便把枯木锯成了好几段，随后用刀刮去枯木表面的树皮后，架在悬崖边上充当地基。铁蛋挑的位置风水不错，悬崖下就是一条河流，依山傍水。随后他捡来一堆的野生木架，用工具将上面的木板全部拆卸下来，忙活了几个小时才将一堆木板处理好。简单的将木板叠在一起，用钉子将其钉紧加固，架在地基上作为小木屋的横梁。为了安全，铁蛋还特地在横梁下方支上了承重力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反正塌了就全村人来吃席。一直忙活到中午，铁蛋才搭建好地基的整体框架，随后开始在上面铺设木板。这项工作相对简单，所以铁蛋也是不紧不慢，甚至戴上耳机听着当下最流行的歌曲，也就几首音乐的时间，铁蛋就已经将木板全部铺设完成。再一眼看过去，悬崖上已经多出了一个平台，铁蛋也是适时的偷下来。时间来到下午，铁蛋找来一些木板，将木板叠加固定在一起，加固了木板的硬度后，立在平台上充当小木屋的承重柱。这样的承重柱，铁蛋一共立了6根，并且都用加固的木板架在上面作为横梁。时间在铁蛋锤锤打打中过去，一直忙活到下午，小木屋的基础框架也完成的差不多了。铁蛋找来几个石块围成一个圈，在中间升起篝火，然后将水壶架在上面，简单的烧了一壶热水。一口生命之水下肚，看着眼前的框架，铁蛋颇为满意，剩下的只能明天再继续。谁能拒绝蹲坑的时候看上一集纵享丝滑的荒野建造呢？昨天铁蛋已经完成了小木屋的主体部分，但是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有点大。他用皮尺量了一下距离，然后便找来合适的木板，对主体进行加固。毕竟是在悬崖上建造房子，马虎不得。为了更好的搭建木屋的屋顶，铁蛋用木板做了一个长腿凳子，在横梁上安装好脚马后，他在上面装上了4个人字形的3角板，并且都安装上了横梁将其固定，保障安全不是问题。屋顶的建造比较繁琐，没有个3年的土木技术绝对做不来，花了好几天，铁蛋才搭建好了屋顶的整体框架，然后才找来木板，先对屋顶开始进行铺设。好在有了高脚凳的辅助，屋顶的铺设并没有很难，但是铁蛋还是尽量做到严实合缝。对工作的严谨让他看起来很细心。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天，周围的树木都长满了绿叶，铁蛋才铺设好屋顶。这时再看他的小屋，已经有种人间仙境的感觉。他开始铺设墙体，用比较长的木板依次向上铺设，也许是为了好看，木板之间都是相互叠加，而铁蛋也没有忘记预留出窗户的位置，多出来的边角料直接用锯子锯掉。做好了前面的墙体，其他面墙就简单好多，一样画葫芦，很快就将其他面墙做好。而对于下面镂空的部分，铁蛋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去树林里收集了一些苔藓，又搬来一些石块，用锤子将石块砸出合适的大小后，整齐地铺设在墙角，并且石头的缝隙处都垫上了苔藓。明年这墙角估计会长出花吧。忙活了好久，铁蛋才将4周的墙角全部铺上了石块，没有水泥的加固，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性怎么样。不过铁蛋的小木屋整体雏形已经做好了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单身生活究竟有多爽？小伙毕业即失业，没了工作，女朋友也离他而去，双重打击之下来到野外搭建世外桃源，还吃上了烤肉。前面的几个月，铁蛋已经搭建好了小屋的主体，这次他要给小屋做好防水。在量好尺寸后，铁蛋将防水布切出合适的大小，然后整齐地铺设在房顶上方，并且用钉枪将防水布牢牢固定在屋顶的木板中。还好之前做了高脚凳，不然铁蛋这身高真不一定能这么快做好小屋的防水。随后铁蛋来到小溪边，用铲子收集了一些湿润的泥土，铁蛋将这些泥土铺在防水布上，看着有点丑。不过随着铁蛋将草皮铺在上面后，小屋看起来已经和大自然混为一体，格局立马不一样了。铁蛋用木板给自己做了一张床，并在上面添加了扶手。他试着躺了一下，看起来不错。铁蛋将床摆进屋内后，就占据了小屋的大部分空间。之后又做了一张桌子，简单的对桌子进行碳化之后，便放进屋内。这下屋内摆设更是丰富不少。铁蛋对这些新家具非常满意。
开始制作小木屋的门。简单的装上门框之后，才开始铺上木板，为的就是门上的木板和墙体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。看来铁蛋有10分重的强迫症。简单的给窗户装上框架后，铁蛋在上面钉上了一层透明的塑料膜，看起来和高级的玻璃窗没有什么区别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在这狭小的空间内，他居然还可以给屋内装上壁炉。给壁炉内点上柴火，效果还不错。烧一壶水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为了防止油烟味过大，铁蛋还是决定在屋外生火做饭。清理掉周围的枯叶后，他开始点上篝火。这次铁蛋从隔壁翠花那里带来了不少东西，他将牛肉串好之后，便架在柴火上烘烤。在等待期间也没有闲着，在屋内简单的切了一些配菜。简单一串烤肉和蔬菜沙拉配着面包，旁边的壁炉也燃着柴火，给铁蛋屋内增添了不少温暖。谁敢说这单身生活不舒适？这是我在荒野中见过最安全的庇护所。小伙花了半年时间打造，通体隐藏于山林中，并且是搭建在悬崖之上。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天，铁蛋再次来到小木屋。这次他要将木屋打造得更加漂亮。他在树林里找到了一棵枯树，3两下便将枯树锯成了好几段，然后用刮刀刮去枯树表面的树皮。铁蛋年轻力壮，3两下就处理好了几根原木，然后将原木都用钉子固定在露台的周围，将一段比较小的原木砍出凹槽，然后用钉子固定在立柱上，一个 X 形状的围栏就做好了。其他面围栏也是一样画葫芦。最后在上面架上一根长长的原木，不得不说外国人的动手能力就是强。随后铁蛋用自制的野生颜料开始为小木屋上色，先给屋檐刷上了一遍黑色颜料后，然后墙体采用的是深红色的颜料，这让小屋看起来层次分明不少，一下子摆脱简陋2字。随后铁蛋用巨来木板对小木屋的墙边以及窗户都钉上了框架。又在上面也涂上了黑色油漆，这下子小屋看起来漂亮不少，租出去做民宿应该可以收不少的租金。铁蛋用工具在地上挖土，这里的土质比较疏松，所以很快他便挖出了一条坑道，倒上粘土后，他用一个个方木铺设在上面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铺设，一条好看的木质小路就做好了。铁蛋看起来好像不太满意，又用工具敲了一些碎石铺在小路的缝隙里。铁蛋的一天不是在锯木板，就是在钉木板的路上，所以他用木板给自己做了一张椅子，并且自带茶桌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在露台泡泡茶。为了美观，还用喷火枪进行碳化。铁蛋用石块围成一个圈，并且在里面点燃篝火。今天的午饭看起来颇为丰盛。在篝火上加上铁网后，将牛肉放在上面烤。用过午饭后再喝上一杯茶，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？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